喂，好，哎，喂，听得到吗？我稍微调一下我的声音，还有升级一下我的 OK，麦克风在这儿，好，说明都 OK。好，大家好，我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按照预告呢，今天还是给大家聊一个比较日常的话题啊，就是差生文具多，不是差生文具多系列吧？啊，系列有关说这个悲剧相关的事情啊。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就是程序员其实他有很多的职业病啊，这个长期做了之后的话，你无论是腰椎啊，还是其他哪个方面吧，就是职业病最大的一类呢，就是因为你一直坐着，又是高度集中，那么你如果喝水的这个稍微不及时，那会造成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变吧。那么所以呢，程序员最大的最平时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支持或者是要求最容易实现的，而且最常被提及的呢，就是喝水啊。那喝水你总要用杯子，那杯子呢，大家一开始呢，所以说一下这相关的经验啊。杯子呢，一开始肯定呢都是马克杯啊，马克杯瓷杯嘛啊，中国作为这个瓷工业大国，这个杯子用瓷的是一个很容易获得，而且是很叫什么质量也都还不错啊。那从一开始呢，当然都是用马克杯啊，比如说我这里常用的呢，大家可能最早先用的呢都是这种，对吧？这种正正方方的啊。那比如说这个呢是，而且因为这个 Mark 杯呢，它怎么说呢，也比较便宜啊。最标准的就是这种完全的正立方体，不是正立方体，圆柱体啊，完全圆柱体。然后呢，拿个耳朵，这个容积呢，大多数就是300到400毫升左右，一般来说是300毫升左右啊。那为什么经常大家还用这个呢？除了便宜之外吧，它一般的会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定制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呢是拍框2014，然后这是将近10年前了9年前啊9年前那个当年是 Git 咖啡啊那个赞助的啊。当然我这种杯子收了很多啊，这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洗的还比较干净，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的。那个之前还有一个呢，是还拿到过那个豆瓣儿啊，豆瓣儿它后来也是有一次年会啊，送了大家这种杯子啊，后来也在一直用。我看看啊，那是个吧，哎，这个也行啊，OK 好啊。那后来呢，就是那这种的，因为是用的多了之后吧，有什么问题啊另说。还有呢，这是后来我经常在用的，这是另外一种马克杯啊。那这个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当时我们去他那里头访谈，他送的一种。那还有这种还是叫中研精品啊，Made in 台湾，Made in 台湾。这种呢就不是说是这阔口杯，阔口杯其实这是种茶杯啊，这里头还刷的不太干净。茶杯这种呢，比刚才那种呢，它握感的比较好啊，就是它握的感觉比较好。但是这种长口型的 Mark 杯都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不太保温啊。而且呢，它这一个杯子300多毫升，按照人这个一天这个喝的这个量吧，喝的这个量，你至少是要多少啊？这2000毫升，反正就是我记得是2000毫升还是3000毫升啊？那也就是将近10杯，上午5杯，下午5杯。也就说穿了，你喝进这东西，你要确保你每天至少要这个上厕所正常的这个排尿。我刚刚读了，排尿你每天至少平均是3次还是到5次左右啊，就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啊。那么这种杯子呢，就是 OK，你那个无论是你咖啡啊还是茶，很快就会凉了。如果没就是它呢热的时候很热啊，那个没喝不了几口，然后你开始工作啊，一旦这个叫集中精力开始折腾了之后的话，那么等它完全凉透了，你才会反应过来啊，然后呢再去续杯。一个呢里头会有浪费，另外一个呢这300多毫升，就说穿了，平常你这个300到400毫升左右，你喝完了，一般来说都已经是完全凉了。之前无所谓啊。那个年轻小伙嘛，那火力旺啊，你这个
怎么喝怎么折腾都 OK，甚至全喝冰水也都 OK。后来就发现不行了，你这个就是老喝冷的咖啡，特别是速溶咖啡，其实很烧胃的，很伤胃的。茶也是一样，包括茶，你一般来说都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热茶才是这个，冷茶那是另外的了。那个冷萃茶呀，或者说后来那个像出的那个叫即饮的那种茶，那是很后来事情。之前呢，还是最好是有这个有这个喝的热茶。那么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开始找保温杯啊。保温杯不说啊，刚一开始你可能会碰到的也是礼品啊，比如说这是今年那个谷歌 I/O 首次到中国举行送的这一种。那这种呢，就是说穿了，下面有这么一个凹陷的一般会贴这个的，这个呢是保温杯，的确是保温杯。那它呢是双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无论它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叫比较小的一种了，这种顶多是500毫升都不到，300、400毫升的样子啊。那么它这种呢，一般来说口都是这样的，这是标准的户外类似于所谓的救生杯，它的保温效果的确不错。如果你应用得当的话，它能够至少保温12小时以上。但毛病是什么呢？它这个口是金属的金属当然是为了加工方便那么金属的这种东西呢，你就一些酸性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果汁啥的，最好就别弄然后呢，而且这种呢，好处是，首先说好处一个是足够经久耐用一般来说都是标准的这个不锈钢然后呢，造型怎么地的还都行这个都是已经进化了10多年了，早年的也都是大概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是仿那种户外运动的，它就是很耐造，你把它撞瘪了或者怎么地，只要是别把它真的撞破了，一样能好用保温效果真不错，但是这个口是真的是很烫你如果里头是里头自己备的咖啡或者是茶那么你基本上是在它保温期间，你每次喝都只能小心翼翼的无论你口渴还是不口渴如果口渴了，你想用这个杯子，要么你除非完全装冷饮。那装冷饮的话呢，之前刚刚说过的那个原因，对吧？我是为了喝一口热的能够确保第一呢，确保每天的这个叫什么水的这个摄入量。第二呢，你程序员嘛，对吧？你不说自带干粮，你总是要自带一些安全的兴奋剂茶也好，或者咖啡也好，甚至于你搞鸳鸯，有的时候就是 OK， 你普洱茶再配无论是不是普洱茶，一般不是绿茶。红茶然后再兑上咖啡那就是所谓的鸳鸯，自制鸳鸯，那个效果更加好。那这种的话，后来就是啥呢？就是一般来说，它那个这种比较便宜，就是金属口，它就是一层，就是一个双层杯体，一个双层的这个杯面这种非常多，也比较便宜。但是后来呢，你继续往下去找，就是希望是啥呢？就是能够叫啥就是能够在你的这个工作场所或者说在通勤过程当中，你也有水喝。通勤的你一般来说，你要是在好吧，程序员们都是双肩背包双肩背包你揣一个矿泉水经常会容易挤或者挤破了、挤掉了。那么这种全金属的呢，好歹是足够耐用足够耐用。但是呢，它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体积问题就是最好是啥呢？在它完全凉之前或者温之前都能够你喝光就是体积呢，这种呢是体积越大越好。其次呢，你抓在手里头和往杯子里头和往双肩包那个叫杯的那个叫背包里头去放的时候呢，它体积呢又越小越好，这样呢可以容易放进去，也一只手可以拿至少是我手也不算太大。那么其次呢，它要保证我可以冲茶或者说冲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上面有隔断，有茶格那么就是这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后来找来找去，没想到呢，果然还是找到我们这个叫啥来着？乐扣，的确是乐扣。就是乐扣呢买过它一系列产品，就是像这种的保温杯呢，它一般使用寿命顶多是3年，3年之后呢，就是金属这一块的还 OK，但是整个这个就是啥来着？这个
这个橡胶这一块的基本上就不行了啊，就不行了啊。所以，但是后来找来找去啊，就是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其实就是说穿了嘛，就是最实用的，你买了丢了不心疼，同时呢又吻合我当时所有要求的，就是乐扣这一种啊随身杯，随身杯。基本上呢是啥呢？它一把手抓住很稳啊，而且乐扣比其他的好处是啥呢？它下头给你加了一个橡胶底啊，那么就是它防滑的，放在任何平面上不会那么简单的会去那么叫扑倒吧啊。另外呢，它的基本上这一种啊全都是这样，盖子呢 OK 一个呢盖的是纯塑料双层的，另外中间呢是有一个茶格啊。这样的话，你在里头冲了茶之后，你去喝的时候，茶叶呢会给隔在里头啊，基本是这样，基本是这样，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一个呢，体积像这种呢，将近是500毫升、550毫升啊，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现在的标准的那个叫矿泉水杯的那个矿泉水瓶吧啊，矿泉水杯，矿泉水啊，就普通矿泉水那个高度。但是它这好处是啥呢？这一个茶格，同时它功能性的是进行了对里头的一些茶叶啊或者其他的冲击的一个粗格，同时呢，它把我原先纯金属的这个叫杯口变成一个橡胶的啊，所以呢，你这个去喝的时候不会被烫嘴啊，这两个作用。然后呢，它这个保温的效果也还 OK 啊，基本上也是12个小时左右。那么这个杯子呢，那么你上下班通勤，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去北京啊，或者去广州啊，特别是广州，每天你得6点半起床啊，这个7点钟上火车，8点钟到那儿啊，然后呢赶上8点半9点钟你要进入公司啊。那如果是每周这样每天这样的话，那么像这种非常非常必要了，至少是在啥呢？甚至于在火车上啊，或者说地铁上，你想偷摸不叫偷摸啊，及时吃个东西，这个呢你也足够热，而且呢也足够结实啊，也足够结实。那么接着保温杯，这是后来呢是16年开始吧，开始 SOHO 之后呢，这种保温杯在家里头就有点叫啥来着，过头了啊，保温时间太长，像那个啥。mug 杯呢，它是保温时间过短啊，还没想起来喝，或者说没有真正把它喝完的时候，它就已经凉透了。那这种呢是很长时间又凉不透，就其实在办公室呢，一般来说都是开着盖的啊，会开着盖的。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时间能够足够，就是凉的会足够快，能够在它完全凉之前就是有足够长时间是温的啊，那么你可以全部把它喝下去。那在家里头的时候呢，进一步想探索啥呢？就是怎么样，把它这个好处，就说穿了，现在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摸索出来，每天我需要及时饮用足够多的水的时候的，这个叫杯具吧，杯具的基本要求，第一，容量呢是理想的；第二呢，有一定的这个保温能力；其次呢是它还可以同时能够泡茶啊，所以呢进行了各种各样这个啤酒杯的这个探索，因为在家里头。啤酒杯探索呢，就会发现，这个也是京东淘宝，它开始给你推一些很神奇的东西，特别是这个钛金属啊，钛金属给它吹的这个天花乱坠。所以后来呢，是找到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去日本有一段时间找到它的那种叫手工敲的那个叫铜的啊，铜的有那种那个垂纹的那个铜的。挺漂亮的，黄铜色啊，外面是金黄色，里面是这个，但它是单层的。后来呢，顺着那个思路找到这一种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叫啥来着？小的是300毫升，它这是300、400，还有标准的500啊，都是它这标准的这个叫啥来着？啤酒杯。但它这个啤酒杯好处是啥呢？首先它是纯钛的啊，非常轻，也足够结实，同时呢，它又是双层的。双层有一定保温能力，那么它呢当然也是开口的，同时它这个就是 OK， 那么开口又是这个叫保温啊，又是纯钛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户外家里头包括你喝热的喝冷的都没问题啊。那唯一的问题是啥呢？后来慢慢的这个被发现了啊，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说是后来就是说那个。叫什么来着？今天刚问的稳定性啊，年龄大了之后稳定性下降。那么这个杯子呢，实际上放在哪里头都还好啊。你看它这个样子，跟我的这个键盘相比，这个叫巴尔这个键的键盘相比，或者跟我脸相比吧，还好。但是呢，它放在我的这个桌面上，时不时它会碰倒，一下会碰倒
啊，碰倒了之后碰倒了撒了好几次之后发觉不对，就是像这种它口径比相关的，就是这个啤酒杯它本来就是一直抓着喝的，但是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它实际上就是放在这个鼠标或者说这个叫绘图板啊，不叫绘图板，触摸板旁边的，经常会手一伸啊，或者胳膊一伸啊，或者说那个叫衣服一带把它给带倒啊，那么它稳定性其实不够啊，啤酒杯是啤酒杯，稳定性这个不够。不够，所以呢，后来进一步再找，就是也是金属的，金属有一个好处就是足够耐用，对吧？然后呢，保温性也都 OK。接着呢，就是啥呢？再继续找，后来结果找到了，人家有一类东西叫啥呢？叫咖啡杯，咖啡杯啊，是这样。是这样的这个杯子啊，这个找来就是给他进一个进步。首先呢，他觉得他那个叫啥呢？这个就叫啥？首先他就给了他就像这种就给了个盖子，一个简单盖子。这盖子还要分好多种，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就是纯粹的口杯啊，口杯的盖子。还有很多种，但它呢也是双层的，但这个呢，一个呢是体积足够大，还有一个呢，它像这种的这种叫什么？这实际上是茶杯啊，实际上是茶杯或者是咖啡杯的这个叫标准的这个制式啊。我之前找的呢，以为这个稳定性是行，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稳定性也不行，这个稳定性也不行啊。待会儿我在这儿是咖啡的通用键啊，通用键。这个稳定性也不行，但是这个思路跟上了，所以他现在为止，我这等于说是前后工作之后，工作99年工作到现在将近工作24年啊，这分了几个大的环节，10多年 Mark 杯，接着呢再来开始通勤了之后有10多年这个叫保温杯，在最近几年啊，就是疫情之后呢，开始摸索在家 SOHO 的这个叫啤酒杯，啤酒杯从钛的双层啤酒杯到了这个全金属的这个这种叫咖啡杯，最后呢是找到了这种口杯口杯这种杯子，这种杯子好看的现在用的已经非常残暴了啊。这种杯子的好处是啥呢？一个呢，它回归了我们最早的那个造型就是最早的马克杯的这种造型都是规整的这个叫正方不是那个叫规整的这个圆柱体规整的圆柱体。待会儿这个镜头怎么不过来了？这个镜头不过来了规整的这个叫圆柱体那么这种规整的圆柱体，像这种呢是450毫升的，好像是400毫升的，450毫升，不对，350毫升，这个是一罐可乐下去就正好满那它呢，首先它这个整个，这个怎么反应不行反应稍微慢点它呢是像这样的上下是一致的，没有稀奇古怪的，所以它也足够便宜，又全是204。那么这种呢放在这个上头，你无论怎么推，它很难推倒，无论是空的还是满的不像那个之前的这种细长的杯子，空的或者说里头水不多的时候很容易推倒，或不是空的和这个水特别多的时候很容易推倒，它正好是下面2/3左右的时候，就像不倒翁的情况下，它不容易倒。那这种的话，无论什么情况，它都不容易倒。其次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当然呢，它也是双层的，有一定的保暖性。那上面的保暖性呢，又不是特别足够，因为它呢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盖子给它隔热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叫温度降低的程度呢，比之前的乐扣专门的保温杯呢又要那个叫矬一点所以呢，它能确保在它足够长的温的时间里头把它都喝完。还有个好处是啥呢？这种杯子它当时配的呢就觉得很好后来才发觉，它实际上是双用的。一般来说呢，如果把这个给盖上把中间这个给就是吸管的这个它是这个就是三用应该说是双用的吧把这个打开，那实际上呢这有个缺口可以直接拿着喝，这种咖啡杯的专门的方式。那这种呢就是属于叫饮料了直接拿这个。那这种方式有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后来才发现用了这个杯子才发现吸管呢的确吸管呢比这个倒着喝不影响我视觉。大多数情况之下其实我一般就是 OK， 那都是眼睛都不敢离开屏幕的，都是说要边喝水边思考问题边看文档，所以有吸管呢能够更容易去配合我的这个行为和习惯。所以那这找了半天这种杯子，发觉又便宜，体积又可以随便选然后呢它这个盖子又是个多用的那么现在唯一的就是用到现在唯一的毛病，就是它吻合了我所有日常饮水的这个
需求。第一呢，它是足够耐用啊，这个全金属的，这个呢是也有纯钛的，这个呢是304不锈钢的啊，又一定的保温，你也不是绝对保温，以免是啥呢？这个里头的无论咖啡还是茶一直非常烫，那你也没法喝啊，也没法喝。那么又是因为保温效果呢，它呢都是冷暖是这个叫通用的、兼用的、兼容的啊。那么它呢就是这个盖子呢又是开足够大的扩口啊，那么它有保温啊，也不一定也不是完全保温，这样的话能够在饮料在啥呢？从烫到适口，就是适口这一个时间足够长啊，到完全冷之前基本都喝完了啊，这之前做不到这点。接着呢，用吸管呢，又能够确保我不影响我的这个叫视觉。还有最重要的是啥呢？这种杯子真的是很难被蹭倒，就是蹭倒的这个力量会非常非常大。那放在我的桌面上，无论我桌面多么这个叫嘈杂，或者说的桌面上的，或者说东西多么多啊，它基本上是这种是最方便的啊，这种最方便。那它呢有大有小，这是买的小的，有大的600毫升的，这种呢是标准350毫升左右的。现在用的它唯一的问题是啥呢？就是 OK，我这里头装东西非常多啊，有快乐肥仔水啊，有茶水啊，有咖啡，还有所谓的自制鸳鸯，就是说红茶配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用这个叫啥自制冰水，还有那个叫豆浆啊、牛奶都有可能往里放。结果呢，后来就发现这个管子，因为它这配的可能不太好，这个配的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细管，你如果粗一点可能还好一点，结果配这种细管呢，后来在清洗之后发觉，由于里头会不叫生冷不剂啊，差不多生冷不剂，又有这个叫豆浆啊、牛奶啊，再加上酸的什么东西，里头会积攒起来，特别是啥茶渍和这个叫咖啡的渍会在这种积攒起来，甚至于还会很多，是那而这种又是弯的，清洗很难清洗。当然，它也有卖直管的。那下次，所以我可能要换一种直管的啊，直的话呢，这个一个是好清洗啊，另外呢，其实也不影响啊，弯的和直的其实没什么差别啊。那这个呢，就是从马克杯到保温杯，再到这个最终的咖啡杯的一个进化。那额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中间讨论在折腾过程当中呢，还发现过一些很奇怪的这个悲剧啊，比如说这个是长期那个叫淘宝给我推荐了之后买了，后来才发现完全没有广告里头说的那么好啊，制作的很漂亮啊，而且这个叫为了防烫做的这个绳子也绑得很漂亮。他说的是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办公室随身的这个叫茶艺杯，什么叫茶艺杯？就是 OK 全瓷的，全瓷的这个杯子呢就是喝茶的。但是呢，你这个一般来说，你喝叫什么来着普洱或者什么清茶呢，它不能一直泡，所以呢茶在这里头啊，就是在这里头你冲水就是这么样，就这么样啊涮几次，这个呢可以放旁边去了，那这个就喝茶。那这样的话，它这一个组合，这个呢放旁边，你茶漏放旁边，这个你就喝。如果你想保温，那这个另外放的，这还有一个茶盖，这还有茶盖，而它这个整个呢体积呢就正好是一个所谓的随身功夫茶，它甚至还给你送了一个防摔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就是旅行的这个盒子，或者说那个袋子，但也是一样，这种茶买回来之后自己一般，它这一口就没了，我们哪有空去专门喝这个东西，纯粹就是样子货。还有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被人不叫被人忽悠，就是都说是白酒呢是白酒是这个粮食的精华啊，所以白酒杯后来找来找去，居然是找到这一种全金属啊，这全金属这是啥呢？纯铁的铸铁铸铁它的这个制式呢是古代的那种鼎，而且这个很重，这个将近1斤多重了400多克了，而且铸铁的话，你看的是真的铸，而且它这个叫啥，只是纯粹的稍微连打磨都没打磨。这一个呢，大概哎呀这不得了，这也是5两重的这个杯子，你这个倒满了，你白酒你基本上你就翻了，你就翻了。但是好玩是好看，好看又好玩，但它实际上也很容易倒，也很容易倒，这纯粹是样子货，但是呢很趁手。很趁手，你把这个拿出来，就是所谓逼格是足够高了，但的确不实用。它呢真的是只能喝点白酒葡萄酒或者其他的也还行但是喝不了热的因为它是纯铁的，导热性非常非常高，非常厉害那么喝点冷的还行白酒白酒当然可以，但白酒白酒人家一般是口碑，这东西本来是想的日常也能喝一喝的，买回来一看。这200毫升还不到，100多毫升100多毫升，
有没有200毫升？好像200毫升啊，反正我看好几两了啊，50克1两，那200毫升是4两了啊，4、5两的样子啊，4两的样子啊，所以这个呢是上当的货啊，但是呢它绝对结实啊，真材实料，铸铁的，大家就千万别折腾啊，千万别折腾啊。所以随身杯最后呢，为什么会对这个杯子呢进行这么多折腾的原因呢？还是后来发觉啊，出门在外哈，出门在外你这个那怎么说呢，在公司里头啊，其实公司里头你又没有独立办公室啊，都是一个工位啊，所谓的一个格子间，格子间里头你能够随时随地补充自己或者呼应自己这个情绪的，也就是我看啊，对，也就是一个杯子了。这个如果一个好杯子，而且你这个体积啊什么足够大，像这一种啊，那你去冲一个叫啥来着？那个麦片也 OK，也 OK 啊。如果逼急了，把那个叫泡面掰碎放这里头也 OK 啊。所以之前也干过这事儿，也干过这事儿啊。那么像如果是这种啊，旅行用的这种，你往这里头放泡面，你很难挑出来吃，但是这种非常 OK 啊。所以程序员除了昨天啊说你做笔记的说的那个纸和笔之外，那么就是杯子了啊。当然还有这个键盘，是不是明天说键盘我考虑一下，就是这种杯子了啊。自己关怀自己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不叫命点，就是一个事物中心，就在这个里头啊，如此而已啊。所以好唠叨了20多分钟啊，就是杯子怎么选？现在想来想去呢，就是首先啊，它呢体积你可以受控，那你根据你的这个喝的这个叫能力，一般来说你也不可能 OK 一口气儿1升多的杯子啊，就像那个叫啥那个大车司机一样啊，1、2升的一个大桶一样东西，我反正上了车就一天都不下来，就一天的量都在这个里头，这个不是。有的时候这杯子你还不能太大，就是这样的话，你去换水的时候，你还能站起来，有机会站起来走一走啊。因为我们是长期坐着，这其实对健康还是有影响的啊。体积呢要控制住啊，你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这个最佳体积。我后来弄来弄去，这种350毫升左右，这是正好。啊，其次呢，它是要足够耐用，怎么折腾，被小孩、被狗啊、被自己啊，你摔地上怎么地磕那，绝对不会一碰就碎啊。所以瓷的基本上就后来就绝了啊，塑料的又没有这种耐用性，还有个这个叫啥来着，毒副作用啊。纯金属如果有条件上钛合金啊，铝的和这个叫钢的都没问题，都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是双层的，一定要双层的，有保温，那冷暖都可以 OK。然后呢，现在发现就是像这种，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这个口径是标准的，那么都有标准的这种多用途的这个叫杯盖去给你配合，就是说你可以用吸管，也可以用这个它的这个缺口啊，像这种就属于这个咖啡杯的这个效果。当然这个就不怎么清洗啊，因为每天都在用啊，看上去很阿杂，不好意思啊。那么 OK 好，那今天就唠叨到这儿啊。今天可能这个来的人不多时候，我看一下待会儿所以现在呢是欢迎大家啊，这个如果想提问的话可以提问啊。好，只有一个符号。那么现在就是 OK，那我看现在也是过了11点，晚上11点。那么有什么其他想聊的，可以给我留言啊。那个想聊的话，所以今天不是带货，就是说把自己这个以往对于这个 OK 以往对于这个叫自己杯子啊，杯具用的差生杯具多嘛啊，杯子用的这个经验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聊一下啊，就反正深夜嘛，深夜这个节目想聊啥都 OK 啊。OK 啊，好吧，谢谢啊。这个一个订户呢，就是只是一个加油，所以没有想问的是吧？没有想问的那 OK，那我就是之前呢就会发觉，为什么选择晚上啊？因为白天无论哪个时间段，家里头都突然会有事儿。比如说我后来就发现，但凡是我要上厕所，那一定会有这个叫输快递或者发快递什么的消息可以给你给过来啊。那么白天基本上不行，晚上的话，那么家里领导们该上课上课，该写作业写作业，该干嘛干嘛，就是基本上10点之前都在各
各种各样的折腾，所以呢，后来选来选去，根据经验嘛，那么10点42左右10242左右这个基本上都安静了又没有到11点就足够我可以去折腾一下。所以呢，今天呢就追加一个吧，追加一个小的环节这个我是之前的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公众号人家是这个叫睡前读一首诗，我觉得今天也是，那我也开始吧为了足够的这个那我这个也是读一首诗我们就睡那诗呢还是先把之前我介绍过的那个泰戈尔的散文诗吉檀迦里其他的古诗还是什么这个现代诗其实都不太感兴趣。那这本呢很早了，这你看都黄的发脆了，这是91年自己买的。91年的话到现在多少年了？有30多年了。好吧，我这个从他的《飞鸟集》开始读就读一则，很简单飞鸟集》第一段。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歌唱，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是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好，就这么简单，这是泰戈尔的英文诗一首，然后我们就下播那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也是按时休息别像我一样被迫熬夜之类的。好，那今天先聊到这，我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好，以上拜拜。如果还有什么聊的，随时随地可以在这个我这个频道我这个频道是叫大妈的多重宇宙英文呢是 Chaos 42大妈可以在社区，现在每一周呢会给一个 Ask Me Anything 这个就是可以向我提任何问题的这么一个帖子然后呢你下面留言，那么我可能就会安排到下一次的每天10点42的这个直播里头了。OK， 好，拜拜。